There's something wrong here. There's something very, very wrong here. One brand should never define you. And it made me think, am I supposed to just keep buying their watches? 如果有留意標示嘅朋友，應該都會發現喺2022年4月高峰之後開始，各個鐘錶品牌嘅標價都開始回落，而目前標示嘅價格翻去到2021年2月嘅水平，其中 AP 嘅標價有明顯嘅下滑趨勢，甚至比其他幾個大嘅品牌，例如勞力士、百達翡麗等等下跌幅度更加大。一啲從前超公價嘅運動款，甚至出現咗跌穿公價嘅現象。唔通 AP 已經跌咗落神壇，唔再受市場歡迎？今日同大家一齊分析下 AP 嘅市況。喺開始之前，請大家先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Aristo 為大家帶嚟頂級名錶開箱同埋錶壇熱話。勞力士、AP、PP 一直都係名錶市場公認嘅三大品牌，但係隨住近年加息導致嘅經濟環境唔明朗、世界政局不穩等等，全球錶市整體嘅環境都冇過去咁熾熱。雖然標價有下跌嘅趨勢，但係對比其餘兩大品牌 ，AP 下跌嘅幅度更加大。以 AP 最具代表性嘅入門運動款15500ST 藍面為例，由最高峰嘅68萬到而家嘅375000，下跌咗足足有44%。除咗經濟環境因素，我哋認為有以下4個原因。AP 嘅二手市場供應大增。雖然 AP 近年有提高產量，由2021年嘅45000隻提升到2023年嘅5萬隻，但係數量唔足以影響 AP 價格嘅表現，而且專櫃價格亦都唔會因為供求而改變。真正嘅原因係二手市場嘅 AP 供應量大增，包括一啲以億價轉售獲利同埋二手手錶。Morgan Stanley 2023年報告指出，喺2021年6月起 ，AP 嘅二手市場數量增幅比勞力士同埋 PP 多。2022年6月起計，更加有超過200% 嘅增幅。喺開始跌市嘅時候拋貨，令到市場湧現大量嘅供貨，導致 AP 嘅跌幅相對其他品牌較大。相信錶友們都可以感受到過去幾年 AP 嘅銷售手法變得越嚟越嚴謹，對於客人嘅背景審查相對於勞力士同埋百達翡麗更加嚴格。而且對於客戶轉售手錶更加有好大嘅意見。Felt disrespected. It was really upset with me for selling their watches. If you like the watch as a customer, they should be grateful and happy to allocate you or give you the watch. You shouldn't be like begging them. 當然，其他品牌亦都有類似事件，譬如百達翡麗最近亦都將公開拍賣嘅史泰龍列入咗黑名單。You did it, so just enjoy. 不過無可否認 ，AP 對於客戶嘅品牌忠誠度，的確比幾年前更加重視。另外，為咗配合 AP 新嘅銷售手法，佢哋大大縮減咗經銷商嘅數量，轉而開設更加多 AP House 同埋 Boutique， 將銷售權力漸漸收回專賣店，而客人更加難從 AP 以外入手，而且好多一直喺經銷商買 AP 嘅老客戶都唔會被 AP Boutique 認可。呢個舉動亦都引嚟唔少舊嘅支持者不滿，大大影響咗客人入手嘅意欲，亦都係其中一個跌價嘅原因。承接頭先嘅王陽明事件，可以睇得出 AP 對客人轉售手錶嘅立場非常強硬，而呢個轉變可以由 AP 喺2019年轉用新保卡之後開始，保養期由原本2年改為2+3，一共5年，其中後3年嘅客人可以透過保卡背後嘅 QR code 喺網上登記，填寫買家嘅個人資料。一般情況下，喺專櫃出售手錶嘅時候，已經會幫原有買家完成註冊。不過一旦一手嘅客人出售手錶，而下一個買家透過保卡進行註冊 ，AP 內部系統就有機會得知手錶已經進行易手。呢個對品牌嚟講代表唔忠誠，一經發現往往會被黑名單，取消咗牌錶嘅資格。有人贊成 AP 嘅做法，認為可以令到真正欣賞 AP 嘅買家更加容易買到，亦都有人覺得手錶嘅處置權應該全屬買家，喺自由市場下可以隨便買賣。覺得 AP 嘅做法不可理喻。無論如何，呢個舉動確實會減低部分人對 AP 嘅購買慾，更加不利 AP 喺二手市場價錢嘅表現。當大家講起 AP 手錶，自然都會諗起 Royal Oak。實際上 ，Royal Oak 連同 Offshore 系列佔 AP 嘅總收入接近80%，係 AP 嘅王牌。但係亦都衍生出品牌嘅另一個問題。相比勞力士同埋 PP 嘅百花齊放
AP 多年以嚟都係以 Y Oak 支撐，推出革新嘅 Coke 1159反應亦都不如預期，普遍款式目前二手市場仍然有折扣。其實唔單止係 AP， 好多標迷都覺得近年大品牌嘅新款不外乎轉標面顏色同埋各種雙含嘅配搭，有種炒冷飯嘅感覺。不過喺 AP 身上情況就更加明顯，正係因為系列單一化而導致，當標迷覺得 AP 欠奉新意嘅時候，就會轉投其他品牌。以上幾點就係我哋對 AP 市況最近不如理想嘅分析。雖然 AP 暫時市場表現真係欠佳，不過 AP 擁躉都唔使太擔心。Y Oak 嘅經典設計仍然受到標迷嘅追捧，而且 AP 嘅製標工藝喺行內享負盛名，而佢嘅實力仍然係標界三巨頭嘅位置。下一集 Aristo 會為大家挑選幾款 AP Y Oak 目前仍然暢銷嘅熱門款，並且附上佢哋最新嘅價錢。鍾意 AP 嘅朋友記住收睇啦！對於以上嘅分析，大家有啲咩意見呢？歡迎留言一齊討論。我哋下集再見。